苏晨，分配前往剑主守剑。听说剑主埋葬着108000根飞剑，都是主人战死陨落后留下的，日日悲鸣，剑气成煞。历代守剑弟子都因剑煞之气所伤。这苏晨不是上品灵根吗？为什么会被派到剑冢去？当然是因为得罪人了呗。传闻他似乎是和冷月仙子有关，估计是哪位真传弟子看他不爽吧。冷月仙子，那可是蜀山第一美女真传，苏晨一个新人怎么跟她扯上关系呢？玉天阳，真传弟子，当真是位高权重啊！随便一句评价，就能决定下面弟子的生死。我为青阳，他是皓月，我二人天生注定就是一对，你配不上的。去找月流霜主动退婚，我许你入青阳峰。我刚刚穿越过来，根本不认识什么玉天阳，只是因为和冷月仙子月流霜有一份婚约，所以被针对。这算个什么事儿？我连那月流霜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。先去那剑丘看看，要真是个什么险恶之地，就找机会溜吧。面子什么的不重要，小命要紧。果然是个兄弟，如此凌厉的剑煞之气，若无修为傍身，待一会儿都会全身难受，更别说在这里长久居住了。这是传说中的先天剑体啊！何谓先天？天地所中，先天而生。传闻拥有这个天赋的人，修炼任何剑法都会一日千里，任何剑术一练就会。哈哈，太好了！这剑种对于其他人来说是凶险之地，于我而言，却是一处修行福地呀！好地方，好地方！外围都是如此浓郁的剑煞之气，我若在此修炼，绝对事半功倍。令箭锋芒，不可直视。你若不想死，最好老实一点。晚辈苏晨特来拜入剑冢。小子，你是得罪人了吧？前辈如何得知？上品灵根，做个外门弟子完全没问题，不会被派去做杂役，更不可能送到剑冢来。我不管你是得罪了谁，既然来了监察，就安心留下来做事。在这里，你不需要担心任何人对你打击报复，但能不能活下来，得看你自己的本事。剑出的规矩其实不多，就一条：老实。里面有一些剑，凶厉恐怖，如果不小心惹到了，那就小命难保。守剑弟子的工作其实也很简单，除了看守此地、接待那些前来择剑的弟子之外，就是洗剑，尽可能洗炼压制那些剑上的煞气。所谓洗剑，说白了就是用一种特殊的符布擦剑，这个过程很危险，如果修为不够，就会被剑煞所伤，轻则伤及经脉肺腑，折损寿命，重则走火入魔，暴毙而亡。不过在这里，每个月可领10颗灵石，做满1年待遇等同外门弟子，做满3年直接晋升内门。若能坚持10年，地位仅次于真传弟子和掌教。普通人在这种地方想坚持10年，起码也得金丹以上的修为吧。而这种级别，竟然还比不上玉天阳那种真传弟子。剑朝藏剑108000，分成9层排列，下3层是凡剑，中3层为法剑，上3层则是灵剑。凡剑坚固锋利，偶有神异之处，附带一些小法术，但始终属于凡铁的范畴。法剑则是用法力祭炼铭刻完整阵法的法宝飞剑。至于灵剑，往往有不可思议的独特神通，谓之曰灵宝，价值连城。你刚刚入门，修为才炼气1层，老夫也不为难你，先负责祭炼下3层的凡剑吧。每日祭炼多少，量力而行，只要在3年之内。算了，你能活到那时候再说吧。多谢周老提点，我记住了。
阁楼偏偏有房间，你自己随便找个地方住。规矩也都告诉你了，如果有人来择见，按照门规办就行了，没什么特别的事，不要烦我。洗剑，试试吧。剑名鱼龙，剑主无名。好快的剑！我好像突破了。炼气2层，洗剑，竟然比直接修炼还要快。刺秦黄级中品剑气，燕国之士杀人为胜，进殿10步已刺亡。好一个刺秦！我明白了，先天剑体不但可以让我吸收这些剑煞之气，还能通过这些残留的煞气，领悟到剑主原本的一些绝技剑招。这剑冢里的108000飞剑，简直就是为我准备的稀世珍宝。继续祭炼，剑名飞鸿，剑主厉云飞。刘双，何必如此大动干戈？这步伐像星辰移位。好精妙的身法，竟能在上千的大军中穿梭自如，斩将夺旗。七星逐月，黄级上品身法，不错。好身法，以此配合刺秦剑技，可谓防不胜防。今天吸收的剑煞太多了，再继续伤的是我自己。看来吸收剑煞也不是没有限制的，过犹不及。今天就先这样吧。陈锦辉，他怎么会来剑中？哈哈，苏晨，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吧？剑种重地，不可擅闯。你们若要择剑，请出示腰牌，如果不换，请离开。你都沦落到在这里守剑了，还敢这么嚣张？小子，看清楚，老子现在是外门弟子了，而你只是个守剑的杂役，懂不懂尊卑？若要择剑，出示腰牌，如果不换，请离开。这是第2次警告。你小子是不是脑子有病？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？上次要不是有知识长老在，我早就收拾你了。现在给我跪下，磕头认错，或许我会考虑。第3次。你应该庆幸我手里没有剑，不然现在你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无故擅闯剑种，3次警告无效，依照门规，我可以直接杀了你。这就是得罪真传弟子的下场吗？随便都有让替他办事。这小子有点意思，不过这小子身上的麻烦似乎不少呢，以后剑朝怕是难得清静了。玉阶峰的小女娃年纪轻轻就已经金丹后期了，怕是再过几年就要超过我这个老头子了。机缘未到，给我老实点！不知真传驾临，有失远迎，拜见岳流霜。你认识我？
没见过，但师姐气质出众，宛若天上皎月，璀璨夺目。蜀山弟子数万，除了您，谁还有如此风姿？没想到，你原来是个油嘴滑舌的人。那总好过一个不解风情的木头吧。那个，你能不能先下来？这么仰着头说话，我脖子疼。我跟玉天阳没有任何关系，实在没想到他会因为婚约之事迁怒于你。之前我在闭关修炼，不知道你入门，这才导致你被分配到了剑州。剑这之地煞气太重，不适合普通人居住修行。现在你可以跟我离开，我的玉绝峰不收男弟子，但会替你重新安排一个好地方。多谢师姐关爱，不过我觉得剑州还挺不错的，至少清静点。剑煞之气会损伤身体，以你的修为留在这里可能会死。我知道，但我想靠自己的努力修炼成长，我总不能一辈子都躲在你的身后，靠你庇护吧。你执意如此，那就随你。这里面是我炼制的玉露丹，可以固本培元，提升修为，帮你抵挡这里的剑煞之气。我去过青阳峰了，玉天阳这个人虽然古板，但也很骄傲，他不会在自降身份针对你。不过他手下庸俗众多，少不了一些自作聪明的人。这我知道。接下来我还要继续闭关一段时间，冲击元婴之境。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事，可去玉绝峰求助，会有人帮你。你加油吧。这女人什么都好，就是下次别让我一直仰着脖子说话。试试效果。这玉露丹的效果比我想象中还好，每天服用1颗，刚好足够1个月所需。这人情欠大了，这下洗剑的效率可高多了。再去剑中试试吧。白骨老树，头发飘飘，上面挂着个人皮姥姥。剑朝里怎么会有这么个奇怪的女童？不对，这不是我的念头，是先天剑体的反应。难道说那个女童是一柄剑？原来是个新来的大哥哥。大哥哥，进来陪我一起玩吧。大可不必。大哥哥，不要走啊！还好有剑种剑指，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白天看见的只是剑虫一面，夜里的这里才是真正凶险。看来以后晚上不能随便进剑沼了。周老，我昨晚遇见了一个红衣少女。不要晚上进入剑寨，里面有些剑的煞气太重，白天还好，晚上则会显化跑出来。如果不小心遇到，轻则重伤，重则丢命。这小子倒是聪明，遇到那东西还能安然无恙。天池里的那些老东西倒是清闲，唉，谁叫我是个苦命的守剑人呐？剑名回风，剑主63。6叶剑气，黄级中品剑技，剑气凝风，外部杀敌。这种破铁条也能摆在蜀山剑墓里，我倒要看看这把剑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。剑名剑不平，剑主顾长青，6金凡铁铸成剑，世间何处不平事？顾长青，
这个名字好像很熟啊。长青，算了吧，我们生来注定就是平庸，做什么剑客？你甚至连一把剑都买不起。混账东西，整天就知道白日做梦，清醒一点，再不下地干活，咱们全家都要饿死了。梦被踩碎了，可他好像还是没打算醒。没有剑谱，没有名师，也没有真正的剑，他却把锄头、镰刀、被单全都当成了剑。这把剑的来历，要从3天3夜的火说起。铸剑的火是烧尽了半个村子的邪火。这把剑不是名将铸出来的，是顾长青用痛、用命敲出来的。它叫剑不平。这把剑见过太多风沙，他在养剑，以心为炉，以念为火。强的不是剑，是持剑的人。可这把剑也被他的信念养活了。顾长青，我想起来了，300年前的蜀山第7代折剑锋首藏蜀山剑神。这根铁条居然是剑神早年的佩剑。洗剑剑不平，练无氧剑术，天阶下品心法。天阶心法，剑神顾长青的养剑术，竟是一门天阶心法。这股杀气比普通凡剑强太多，换成别人早就撑不住了。练习3层，破了。以我之血为我之剑，以我之气养我之剑，藏剑于身，心剑一体。但见世间不平事，可是掌中清娟寒。好一个养剑术！顾长青前辈果然不愧是剑神。好吧，我道歉。之前的确只是想测试你，但你通过了，不是吗？现在我是真的想跟你合作了。我在这鬼地方待了太久，如今只有你有机会带我逃出升天，我没有再害你的理由。可是你还没有通过我的考验。剑择人，人也会择剑。至少现在，我不敢信他。玄黄丸用完了，好在这段时间择剑挑战赚了些灵石，可以再去坊市补一批。淬体灵液、玄黄丸都得补。养剑术和剑胎消耗太大，钱永远不够用。这把剑虽本身品质很差，却被剑神养了多年，不该继续在这里蒙尘。哈哈，果然不同凡响，你可比之前那些废物强多了。哎，怎么不理人啊？真是无情！你别跑啊，我又不吃人。这大白天的，我连显形都做不到。这根破铁条子有什么好的？它在我面前还不是连大气都不敢喘。不是我吹牛，这剑爪108000肯剑，在我眼里都是废铁罢了。你天资不凡，将来必定非同凡响。普通的剑怎么配得上你？来剑仇深处找我。也许你说的对，但是抱歉，我不相信你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哥，就是他，他就是苏晨。哥，你要替我做主。行了，没用的东西，小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打了我兄弟，
这笔账该怎么算？陈锦辉擅闯剑赵，我依照门规惩戒，已经是手下留情了。你们现在也要在剑赵闹事吗？你一个被发配到剑爪来的废物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！都给我闭嘴！小子，你很有种。不过我们今天来可不是闹事，我来择剑，总没有问题吧？择剑当然可以，请出示身份腰牌，验证是否有择剑资格。择剑资格，哈哈哈！我现在就是来获得择剑资格的。蜀山门规，凡门中弟子积功足够，可换取入剑种择剑的资格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方式，那就是挑战击败守剑弟子。原来还能通过挑战守剑弟子得到择剑的机会，我们之前都没有听说过啊！剑朝的守剑弟子不都是歪瓜裂枣吗？这么说来，我们也能试试。这种多年没人提的规矩，陈锦雄未必自己知道，背后多半有人指点。剑初需要的不是一个软弱的守剑弟子，修剑之人当勇猛精进，迎难而上。正好拿他练练手。要挑战守剑弟子，可以，不过按照规定，你要先缴纳10颗下品灵石的费用。1个月月俸也不过10颗灵石，择剑挑战倒是个不错的生财之道。既然接受了挑战，那就开始。挑战对决，生死由命。小子，你自求多福吧。好，雄哥威武，狠狠地揍翻这小子，让他知道万年千百的含金量。炼气6层，土系法力，肉身强悍，不能硬碰。懦夫，你就只知道躲吗？就是现在！挑战失败，还有谁要来战？多谢你，手下留情。只是择剑挑战而已，并非生死对决。我杀你做什么？你和岳流霜有婚约的事，有人在故意宣扬。接下来你的麻烦不会少，好自为之吧。果然是玉天阳手下的人在授意。麻烦就麻烦吧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我能做的就是尽快提升实力。我记得这小子刚来的时候才炼气1层，这才几天时间，居然修为提升这么快，看来他确实是有过人之处。来到剑朝也是因祸得福了。剑寨或许也该考虑培养一个真正的守剑传人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顾长青修炼养剑术时可没有这种现象，难道因为先天剑体，我修炼养剑术可以直接蕴养自身本体？太好了，这养剑术配合先天剑体，相辅相成。养剑术能孕养剑胎，但消耗比单纯养剑更大，玉入丹恐怕不够撑太久。有了先天剑胎，吸收剑煞的速度大大增加。以前每天最多4柄，现在能到7柄。炼气5层，成了。玉露丹这种级别的丹药买不到，只能先找些淬体丹药顶上。修仙真是费钱，刚到手的10颗灵石，转眼就没了。家中已经1个多月没有来线了，也不知道苏家现在情况怎么样。等我修炼有成，一定要回苏家看看，报答小姨的恩情。
来了来了，苏晨回来了！等了这么半天，总算是等到正主了。苏晨，我们是来择剑的，择剑挑战，你不会不敢接吧？修炼正缺钱，这些人倒是来得及时。行啊，你们都要择剑挑战是吧？先过来这边交钱排队。我认输。还有谁要挑战择剑？从开始到现在，已经接连4人败了。这苏晨修为其实不是很高，可他的剑法太杂也太熟了，远攻近战，爆发身法，几乎没有明显短板。外门弟子郑勇前来择剑，请赐教。回首郑勇，去年弟子比武，外门第48。这个苏晨实力提升竟然这么大，一定是岳流觞。他上次出关来过剑朝，多半是赐下丹药，这才让苏晨能够在剑朝立足。冷月仙子对苏晨似乎颇为忠心，那婚约之事多半也是属实了。这个苏晨必须除掉。岳流觞出关后，在青阳峰斩下一剑，态度明确。我们要动苏晨，也必须合情合理，否则玉绝峰那边不好交代。技不如人，我认输了。还有谁要择剑？尽管上来。我来。杨武，他怎么来了？今年新入门的那个杨家天才，但听说他擅长的是刀法，跑来这里择剑做什么？你就是苏晨，敢顶撞真禅弟子，我还以为是有3头两臂，原来也不过是个普通人罢了。我是什么人，与你无关。要择剑就交钱，不择剑就滚。好好好，希望你等会儿在我刀下惨叫的时候，求饶也能这么硬气。此人明显不是为了择剑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用留手。好强！这杨武法力浑厚，修为怕是已达炼气7层啊！就这点本事，也敢顶撞真传，简直不知天高地厚。好一手通臂刀法，杨兄，你这位侄儿厉害啊！小武是我杨家这一代最优秀的天才，从小修行白渊功和通臂刀。他虽刚入门，但实力足以排进外门前10。由他出手收拾苏晨，自是10拿9稳。护体法器，大胆！择剑挑战乃是同门教技，已经下此狠手，心性如此狼毒。拉偏架也能说得这么冠冕堂皇，外门之事，筑基修为，我现在还动不了他。前辈息怒，前辈息怒！干涉择剑决斗，
欺辱守剑弟子，你们真当我是死了吗？不敢，不敢，是我等不知深浅，冒犯前辈，怀请恕罪。滚！再敢到剑处放肆，严惩不贷。守剑人不问世事多年，以前的守剑弟子那么软弱，也不见他过问。这次居然会为苏晨出头，在剑麻不好动手，那就只能在别的地方找机会了。多谢周老出手相助。既如剑舟便是我的守剑弟子，你在外面怎么样我管不着，但只要在这里，没有人可以迫害于你。行了，莫被这些琐碎之事影响。你今日连战数场，法力消耗不小，恐难抵挡剑煞侵袭，先回去休息一下，再来洗剑吧。是，周老。先天剑胎，终于第一次蜕变了。这东西竟像本命飞剑一样，还好我收得快，没有真正触动剑道大阵，否则恐怕周老都要被惊动。御剑飞仙，破空杀敌，这本该是筑基剑修才能掌握的手段，消耗太大，剑胎也还没有完全养成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能轻易使用。剑名：霸王，剑主：降龙。没用的东西，居然连一个刚入门的守剑弟子都对付不了，不知道养你们有什么用？是老奴失策，本想将他丢到剑主自生自灭，结果没想到弄巧成拙。罢了，这件事其实也不怪你，谁能想到月流霜会亲自出手赐他丹药？看来他们有婚约之事，确凿无误了。那苏晨得了月流霜的帮助，所以才能在剑冢活下。他之所以能击败杨武，也是利用了剑种里的剑煞之气，看着厉害，实则是以损伤寿命为代价，不值一提。只是没想到，他竟然能得到周老的庇护，这倒是个麻烦。守剑人地位非凡，即便是真传也不敢得罪。他若是得了周老垂青，以后恐怕会成后患。赐下丹药，让杨武好好养伤。他天赋过人，以后必有成就，不要被一时失败击垮，让人盯着剑主。少主难道是要亲自出手？狮子搏兔，游尽全力。此子短时间内突飞猛进，固然有月流霜帮助，但自身恐怕也有过人之处。若是留着，早晚成大患，还是尽早除掉为好。可您是内门弟子，对苏晨出手，怕会被人诟病以大欺小，月流霜那边也不好打败啊。无妨，只要办成此事，玉天阳便会看到我杨家的忠心，到时候即便得罪月流霜也无所谓了。家国已破，同袍尽死，仅剩孤身一人，退不了，也不能退。此剑名为霸王卸甲。洗剑霸王，领悟玄阶下品剑技，霸王破军剑，居然是一门玄阶剑技。这门剑法只有3招，却每一招都有万夫莫当的勇力。自身力量越强，威力越大。最后一招，隐约已经能够凝聚剑士身势，以势压人，是仅次于剑意的手段。
若再对上杨武这样的对手，最多一剑就能将他压制。大哥哥真是厉害，这霸王剑可算是下3层凡剑中少有的硬骨头了，煞气凶烈的很，你居然可以将它降服。你知道这霸王剑的来历？那当然，这剑朝里的每一柄剑我都了如指掌，甚至比你们所谓的守剑人还要了解。此剑原本跟随一个名叫向龙的蜀山弟子，他本是西楚国的皇子，学成剑法后回国征战，曾以一人之力大破敌军3000铁骑。大哥哥，我知道你有不凡之处，似能借助这剑仇煞气修炼，杀气越强，你得到好处越大。不如你来找我，我绝对是这剑仇里最凶杀的一把剑，肯定能让你一飞冲天。你天资不凡，将来必定非同凡响，普通的剑怎么配得上你？来剑仇深处找我。也许你说的对，但是抱歉，我不相信你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哥，就是他，他就是苏晨。哥，你要替我做主。行了，没用的东西。小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打了我兄弟，这笔账该怎么算？陈锦辉擅闯剑赵，我依照门规惩戒，已经是手下留情了。你们现在也要在剑赵闹事吗？快去洗手吃饭。修仙界弱肉强食，我不是没有心理准备，可这种屠杀平民村庄的景象，实在让人难以接受。杀光他们！不对，再追下去，我会被他拖进煞气里。这不是建筑残念，是无数亡魂和怨气堆出来的杀念。方才那东西不是先天剑体，那股力量到底是什么？跟我的身世，跟父母失踪多年，会不会有关？现在想不明白，就先不想。至少目前，他没有害我。这股杀气太庞大了，常人沾染，轻则气血受损，重则心智迷失。炼气令6层，甚至一度逼近炼气7层的极限。这一柄剑的煞气，至少抵得上普通修士苦修半年甚至1年。这白骨剑好生凶烈，难怪没有主人。这是邪修屠杀生民铸造而成的邪兵啊！不知为何会被镇压在蜀山剑仇里。放心吧，大哥哥，我还要指望你带我出去，不会害你的。不过你比我想象中更厉害呢，那白骨剑中的煞气，即便是筑基修士也不敢沾染，你居然将其全部洗炼掉了，甚至还法力大增。这与你无关，你嘴里没几句实话，帮我选剑，却差点把我害死。既然你没有诚意，那我们的合作就到此为止吧。爷，我承认是想用白骨剑试探你，毕竟要合作，我也要看你到底有没有带我出去的资格吧。刚才也就是看着凶险而已，你真要有危险了，我会出手帮你的。你以为我信？我幅员浅薄，哪里承受得住您老人家的凶威？去了只怕小命难保。不过若是修为强大了，或许可以去试一试。你既然清楚知道所有飞剑的来历特性，不如指点一二，
帮我快速修炼。待我修炼有成以后，或许会选择将你带出去，让你重见天日。我可以帮你挑选适合洗炼的飞天，助你快速提升实力。但等你筑基之后，便要来剑仇寻我，待我脱离此地，重见天日。若你真心助我，我会尽力一试。往前走，有一柄剑，同样杀气凶烈，你可以去试试。剑名白骨剑主无，这竟是一把从未有过主人的凶剑。苏晨离开剑冢了，得立刻报上去。淬体灵液怎么卖？淬体灵液一般都是调配好就直接使用，难以保存，所以我们只出售一些基础的淬体灵液配方，但可以配套出售所需的材料。小店有2种配方，其一是草木淬体配方，以各种灵草配制而成，功效温和，比较适合初学者使用，配合您购买的玄黄丸，效果更佳。修仙真是费钱啊！这人是谁？冲我来的？见到内门师兄也不拜见行礼，看来你果然和传闻一样，是个目无尊辈之人。玉师兄当日给你的评语没有说错。我乃剑中守剑弟子，独立于外门体系之外，按照门规，我不需要向你行礼。当初把你丢到剑竹，是想让你知难而退，你倒好，现在还以守剑弟子自居了。真以为在剑竹当了几天，你就能站稳脚跟了？原来是你让人把我发配剑中的。不错，是我。之后让陈锦雄和杨武来择剑挑战，也是我安排的，可惜都没成事。我跟你并无私仇，事实上你这种小小人物，我也从未放在眼里。之所以针对你，只是因为你不识抬举，顶撞了玉师兄，而我需要向他证明我的忠诚和能力。我现在其实可以用更简单的办法对付你，但确实不想把事情做得难看，也算是给月流霜面子。不如现实一点，你不是需要钱吗？只要你愿意离开蜀山，或是主动解除婚约，我杨家愿意包揽你日后修炼所需的一切资源。我来蜀山是为修行，不会因你一句话就离开。至于我和月流霜的婚约，那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事情，你有什么资格来管？是，比起骄阳皓月，如今的我就是萤火尘埃，但你也不过只是一条狗，又比我高贵到哪里去？放肆！宗门坊是禁止动武，可他真敢下杀手，我也不会坐以待毙。你很有种，以为有守剑人护着，我便拿你没办法。这里可不是剑冢，你以为我会让你活着离开吗？3个炼气7层以上，出手干净利落，招招都奔着我的要害来。不是蜀山弟子，是散修出身，能在宗门坊市埋伏动手，多半是专门杀人夺宝的劫修。杨云飞不亲自出手，是想借刀杀人。单打独斗，他们任何一人都未必能胜我。可3人联手，经验太老了。我领悟了前人的剑招，却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生死搏杀。剑是杀人的，不是闭门坐车练出来的。不能再拖，再拖下去，我会被他们耗死。这就是你的底牌吗？玄阶剑技，的确罕见。一般的炼气修士已经奈何不了你了，难怪你这么猖狂。但你以为我今天过来就是看戏的吗？
大胆狂徒，竟然敢在宗门坊城里动武，杀人性命，公然违反门规，执法嫡子已至，你还不束手就擒？这3人都是劫修，他们要杀我，我只是自保而已。现在人都死了，你说是就是。这3人明明是我们店铺请来的商贩，是你没钱买东西，便出手杀人抢夺。不信你把储物袋打开，里面还有刚刚抢到的淬体材料。先安排劫修杀我，杀不成就栽赃我杀人夺宝。颠倒黑白，一环扣一环，杨云飞甚至不用亲自出手，就能把我逼进死路。是非对错，执法队自会调查清楚。你现在立刻放下武器，跟我回去，不然别怪老夫无情。杨雨欣就是局中人，我若跟他走，不死也会被废。想跑没那么容易。那不是杨执事吗？往事里怎么动手了？拒捕逃窜，罪加一等。想把我按死在这里，没那么容易。朱继修是出手了，苏晨只是练气，他怎么挡？朱继修士的法力，果然不是练气能比的。破！动静闹大了，不能再拖，必须尽快拿下他。再退，就被他彻底压死了。无路可退，那就不退，死战不退，有死无生而已。霸王破军的最后一剑，霸王卸甲，便是要有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。剑士，这怎么可能？一个炼气修士竟然凝出了剑士，这可是很多内门弟子都掌握不了的手段。杀！啊！只挨打不还手，从来不是我的风格。放肆苏晨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杀人越货，破坏门规，如今居然还敢对外门执事出手，当真是无法无天了。杨云飞比杨雨欣强太多，我的剑士只是雏形，挡不住太久。看来只能用绝招了。必须出其不意，先杀杨云飞，否则今天走不了。玉绝风、秦岚，内门龙虎榜第12位的瑶琴仙子。秦岚师姐怎么来了？看样子是来保苏晨的。秦岚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杨云飞，你虽然在龙虎榜上排不上什么名次，
但好歹也是个内门弟子，用这种下作的手段对付一个刚入门不久的手剑弟子，传扬出去不怕被人笑话吗？还是说你为了讨好玉天阳，已经连脸都不要了？东西可以乱吃，话不要乱说。今天的事分明是这个苏晨杀人夺宝，坏了坊市规矩。执法队按照门规捉拿他，却反抗，还要对执事长老动手。我身为内门弟子，见到如此逆贼，当然不能袖手旁观。秦岚，我知道你是奉了岳流霜的命令才来保护此人，可他心性不端，这种贼子你也要袒护不成？住口！岳流霜的名讳也是你有资格喊的，对真禅不敬，你自己去刑罚堂领罚吧。那3名死者我已查明，乃是臭名昭著的劫修，号称黑风三雄。这等恶徒是如何混入我蜀山坊市的？苏晨杀他们是为宗门除害，有功无过。你非要以此追究苏晨杀人的罪过，那我有理由怀疑，这3人和你究竟有什么关系？原来那3个人是劫修，那苏晨岂不是被人做局了？杨云飞这次怕是不好收场。原来如此，这件事倒是我失察了。既然是劫修，那当然该杀。这件事看来是个误会，如今澄清了，就到此为止吧。青兰，你别太过分。你要走可以，但劫修混入坊市，这是重大失职，我要将他擒拿，交由宗门顺处。少主，救我！闭嘴！你真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事情是由你们先挑起来的，自然要付出代价。怎么，你想保他？那就一起去刑罚堂吧。此事我会如实禀告天阳师兄的。随便你。看来杨云飞今天要吃下个闷亏啊！玉绝风的世界真是霸气。等一下，杨云飞是吧？你为了讨好玉天阳，多次征战于我，这笔账我记住了。你记住了又能如何？怎么想跟我交手？若是如此，最好不过。我不介意亲手杀了你。你不过就是仗着筑基修为罢了，整天卖弄那些下作手段，有什么意思？3个月之内，我必筑基，到时候我会在天刑台上等你，你我堂堂正正，了断今日恩仇，敢来吗？天刑台，他要和杨云飞生死约战，3个月筑基，这怎么可能？天刑台乃是宗门弟子生死对决之地，一旦上去就是你死我活，任何人不可插手。苏晨疯了吗？他才入门多久，怎么敢约杨云飞？苏晨，不可鲁莽，筑基绝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，天刑台也绝不是开玩笑的地方，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。岳流霜很看重你，你若出事，我如何向他交代？多谢诸位师姐今日援助之情，苏晨铭记在心。不过，我也并非是在意之用事。就凭你3个月内筑基，这真是我听过最大的笑话了。这怎么可能？3个月筑基，从古至今都没几人做。小子，你知不知道筑基代表什么？铸造仙机，增寿300，从此真正脱离凡人范畴。蜀山弟子10多万，有多少人穷尽一生也可能迈不过这一步？3个月筑基，确实太夸张了。他当自己是岳流霜还是玉天阳啊？你别管我能不能3个月筑基，就算做不到，我也一样会上天刑台。你只需要告诉我，敢还是不敢？拙劣的激将法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，不过就是担心我再次对你出手，所以使出这种手段，借口拖延时间罢了。天刑台上，谁也不能插手，3个月而已，我等得起。好，既然你一心找死，我就大发慈悲成全你，好好享受你人生中最后的这3个月吧。杨云飞真答应了，这下苏晨想反悔都难了。苏晨，你要慎重。多谢师姐提醒，我心里有数。你这蠢货，3个月后我在天刑台上等你。苏晨，你太冲动了。那杨云飞毕竟出身修仙大族，虽然在内门龙虎榜上排名不高，但实力也要比普通内门弟子强性得多。你如何能在3个月内筑基？就算成功了，
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啊。师姐无需担忧，我不会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的。玉天阳拥绿太多，即便他不表态，但像是杨云飞这种想要讨好他的弟子，绝对不少。我又能应付多少？不如就拿这个杨云飞开刀，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。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可是3个月时间，太短了吧？足够了。罢了，你既然有这个自信，我也不再多说什么。月师姐闭关前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如果有什么需要，随时来玉绝峰找我。流霜师姐，她还在闭关吗？师姐此番尝试冲击元婴之境，短时间内恐怕不会出来。师姐，这个苏晨看上去莽撞的很，月师姐是怎么看上他的？师姐的事也轮得到你我在这里嚼舌根。此子心气极高，倒不是什么软弱之辈，但愿他真能在3个月后有所建树吧，不然我们也不好向师姐交代。苏晨和杨云飞约了3个月后上天行台。3个月筑基，这种大话也敢说出口？他若真敢去，绝对是死路一条。只要3个月后在天星台上除掉苏晨，岳师兄自然会看到我杨家的忠心。3个月对别人很短，可我有先天剑体，有剑种万剑，还有养剑术。养剑法养的不只是体内剑胎，肉身也在被淬炼。继续修炼下去，身体的每一处都可以当作剑来使用。淬体灵液效果不错，加上丹药辅助，现在每天可以洗剑10柄以上。3个月筑基，你倒是很有自信啊。弟子也是逼于无奈，如果没有这个约战，杨云飞肯定还会再找机会出手，我也不能永远都躲在剑仇，依靠您老人家的庇护吧。剑者须有勇猛精进之心，宁折不弯，当然更没有退缩的道理。你有这份心气是好事，但3个月时间太短了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做不到呢？3个月后，不论是否筑基，我都会履行约定，上天行台。我知道你有手段，能够借用剑煞之气修行，所以实力提升很快，这就是你底气吧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你用什么方法吸收了煞气，与我无关。但你有此法，的确是最适合的守剑弟子。我已经老了，不知道还能在这里守多少年，所以你不要那么随随便便就死了。多谢周老关切，我会努力的。你能领悟剑势，这很难得，不过只是一个雏形，还远远不够。你若想在3个月后决斗取胜，除了修为之外，也要在剑势上多下功夫。那里面有一道石碑，上面留有剑道高手斩下的剑痕，其中蕴含几分剑势余威。你在洗剑之余可以去观摩，至于能不能有所收获，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周老这是在提点我，也是在考验我。老东西居然还专门下来提点于你，看来对你很重视啊。周老刚离开，你还敢冒出来，不怕被他发现吗？哼，要是我全盛时期会怕他？再说了，老头并不是不知道我的存在，他也奈何不了我，只是我给他面子，尽量避免发生冲突罢了。周老所说的那块剑痕石碑，你知道多少？就是一块普通石碑罢了。20年前，顾长青回过一次剑种，和老头在这里交手论剑，留下了一道剑痕。你如果能够参悟，的确能够提升实力。周老和剑神交过手。剑痕石碑，我一定会去，但不是现在。炼气7层，现在可以去参悟剑痕石碑了。这里就是剑种，听说这次试炼前10都能进来泽凡剑一柄。先别乱走，听说剑种规矩很严，
外门弟子陆秋前来择见。陆秋于万门试炼小比中获得第10名，或怎入剑朝，则凡剑一柄。进去吧，你有1炷香时间，切记择剑不可强求，量力而行，否则被剑煞所伤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。多谢提醒。这就是剑宗，看上去也没什么了不起。拓跋师兄修为高深，法力强横，这剑除煞气又怎么能伤得了你？师兄可是本次新人试炼第1名，剑堂长老亲自嘉许的天才。站住！择剑需要先出示身份腰牌登记，验明正身。验明正身？你不认识我？小子真没眼力劲儿！这是拓跋炎师兄，本次新人试炼的第1名，剑堂长老亲自嘉许的天才。蜀山弟子谁不认识？师兄前来择剑，你也敢阻拦？我不管你是谁，规矩就是规矩，验明身份登记，交付灵石才能择剑，否则就请离开。我还以为是谁，原来你就是苏晨啊！一个敢顶撞真传，还不知死活要跟内门弟子上天刑台的人，难怪这么死脑筋。是啊，整天待在剑主，被煞气侵蚀，估计是脑子坏掉了吧？一个将死之人罢了，还在这里装模作样，快滚开！苏晨，你找死！当着我的面打我兄弟！剑处重地，严禁喧哗，轻则惩戒，剥夺择剑资格，重则直接就地处决。你也要跟着闹事是吗？好，苏晨，我记住你了，你最好不要在外面碰到我，不然……腰牌登记，交付灵石择剑，不然就滚。3颗。碧玉剑，你身上有很浓的水泽之气，应该是修炼的水系功法。这柄碧玉剑表面上是水系材料瀚海玉打造而成，但其中最强的是毒。你如果没有修炼毒功的话，非但无法发挥出此剑优势，甚至还可能会被毒素侵蚀，影响到自身法力纯净。啊，这我倒是没有想到。多谢师兄提点，师兄对剑种飞剑了若指掌，还请指点一二。下3层的凡剑中，契合水系功法的剑其实不少，但我看你似乎更善左手，倒是有一柄剑很是适合。此剑于流泉，可增幅水系法力。好剑，年终大比，我也有信心争一争了。苏师兄，此番真是多谢了。今后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陆秋义不容辞。你也是交了钱的，不用这么客气。聪明人还是有的，若每个来择剑的人都像陆秋这样，倒也省心。这动静不像普通择剑，